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先前这一个水培水根蝴蝶兰烂根如何处理的影片所收到的问题，一些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影片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之前这个水培水根蝴蝶兰烂根如何处理的影片的原始档，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 Helen， 她说她的兰花原来很好的根现在都烂掉了，但是开花开得很好，请问该怎么办呢？那我的回应是说烂掉的部分清除之后其实让根系干个几天，休息个几天，再重新水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重点是让它开根因为根系不好的话，即便现在花开得很好，它的花期也一定会有所减短的，不会像说健康的兰花那样子的花期长久，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有心理准备的。那有时候呢兰友也会问我说，刚买回来的兰花我想要对它进行换盆可不可以？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也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兰花不喜欢被打扰，特别是在开花的时候我们在对它进行换盆的时候，难免对根系上面都会有一些打扰，甚至有一些伤害，比如说把它们弄断弄裂等等等。弄裂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这样子都有时候会影响到花期比如说还没有开花的这个花苞呢会掉蕾枯掉就不开了，或者是已经开的花呢，它本来可能可以开1-2个月，但是因为你动它打扰它，也许呢它可能几个星期它就开始凋谢，也不一定。然后 RC 在这边问到，他说他的兰花基本上不长，能够施肥吗？或需要施肥吗？我这边的回应是这样可以施肥，但是呢如果兰花没有积极生长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是能够吸收的养分可能有限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兰花在积极生长的时候如果你再对它施肥其实它长得会更好。那比如说像冬天有时候有些兰花它就长得本身就比较慢，即便是你再施多一点的肥料，它可能都没有办法非常的快速的吸收，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它的季节基本上就是属于休息的半休息的季节所以呢比如说像在冬天一般来说我的这个肥料的用量会减少，甚至频率也会降低。这边呢 Kate 问到，他说是不是蝴蝶兰花也可以进行水培然后他说一直没有空处理烂根，刚弄起来只是帮他除掉一些变质的水草，结果发现一根好根都没有，而且正在抽花梗，也正在结花苞然后他顿时没有想到说开花时期不应该换水草的等等。好，我这边的回应是这样子啦，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只有万代兰、千代兰这种兰花不适合水耕，甚至半水耕。有的人甚至觉得它不应该种在戒指里面，因为他们其实真正喜欢的是裸耕生长所以呢这一类的兰花我不建议之外，其他的兰花其实你要尝试，我觉得都没有不可以，特别是蝴蝶兰对于水根来说其实蛮能够适应的。那花的部分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说，如果你要的话呢，就是让它继续开完吧，但是就是因为你动到它了，就是有可能这个花期会提早结束或减短它的花期但是有花苞了，既然有花苞也就直接剪掉也可惜，虽然说它都没有根所以就是姑且就试试看直接水培，然后看看它花会不会就是开完，然后再想办法让它做开根的动作。这边呢 Lilian 它的兰花也是正在开花，有花梗然后有花苞，但是呢已经烂根然后该怎么处理那我的回应是说，因为植株本身因为很多烂根的情况之下已经不健康了，所以花期的部分就自然不会说太持久那他又有害怕说他的
花会凋谢啊怎么样，那其实我这边要强调就是说，因为它植株烂根情况已经本身不健康，所以即便是有花或花苞啊，其实它的花期都不会太久，就算它开了不会太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让这个兰花的根系能够开根那其实最主要是先让它先干个1-2天让它这些烂的程度啊能够减缓，然后在干个1-2天过后呢，你再重新检视哪些根系是确定已经干瘪坏死，先把它都清除掉，然后再入水。那如果继续溃烂的话也没有关系，就重复这样子干个2天再入水，然后再让它干个2天再入水，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一直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啊，天气回暖了，兰花自己会长新的根系出来，如果适合水根的话，因为有些兰花它就真的不喜欢水根，即便它是蝴蝶兰。那有一些兰花呢，它入水之后啊，它老的既有的根系就会慢慢的烂，也不是一次烂很快烂给你看它会慢慢的烂到就是春天之后才会长新的根系出来。那新的根系呢长出来的时候，因为它一直都是有这种高水分的情况，所以是很适应水的情况，它就不会再烂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这样一直反复的这样子重复这样的动作，让这个兰花长出适合适应水的根系之后，你的兰花才会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9N 这边呢，它的问题也是类似，就是说请问我的根在2天无水的情况下还是继续烂，是否要继续水培还是恢复到介质？这个时候啊，其实呢我的建议是说，有的根系其实它真的就是会一直烂，一直等到新的根长出来为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会建议，要是我的话，我会持续的试下去，因为你就算要再换回去介质啊，它不见得它就会马上停止烂根的状态，而且你的介质种回去，如果你没有改变本身介质的这个它本身里面跟杯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你又用太大的容器啦，或者是你的介质又用得太扎实啊，这样子的话，它的根啊既有的根可能还是会继续烂，而且新的根呢可能还长不进去介质，或是长不好也不一定所以既然已经要用水培水根这种方式来拯救兰花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一直试下去。那有一些时候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尝试，你才能够去学习到说这样这个方法在你的这个居家环境里面，它的操作应该是要怎么样。Jenny 这边问到啊，他说这个 liquid seaweed 这个海带水的浸泡建议就是使用的建议浓度也是1/4吗？没有错，我这边也是用1/4的浓度，而且如果根系很差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这样子干湿的这个循环啊，其实是每天，也就是说啊，我白天的时候啊上班我就会把水倒进去，然后我回家睡前我就把水再倒出一个杯子，然后明天呢就用同样这一杯水再把它倒进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在睡前我再把这个水倒出来，然后让它夜间的时候呢是处于一个干，就是湿但是会到干，早上会完全干的这样的一个干湿的这个循环一直到新的根系长出来，然后长出来够长了，你其实就可以试试看把水就一直加，然后就是让它新的根系能够一直接触到水，这样子让这个新的根能够适应真正的水，然后呢能够正常的吸收水分为止。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动作是需要一直反复重复的。那最后2个问题啊，就是酷酷跟烙华的这2个问题，我就一并回复就是我是会每天就是泡这个liquid seaweed，然后晚上把这个水倒掉，但是倒掉我就不再换清水了，我就让它直接这样子干。然后呢，我早上再重复把这个晚上倒出来的水重复使用。那一般来说，我可能就是用个1个星期，我才会再换新的这个海带水或者是新的肥料，这样子来反复操作。我不会每一次倒出来就直接倒掉，然后用新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浪费。而且呢，既然它这个海带水没有完全干掉的情况之下，我相信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养分是可以被植物吸收，所以我就是重复利用但是我不是所有的这些海带水都倒在同一个杯子里面，我不同的兰花所用的海带水我是分开不同的杯子装的，所以倒出来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个别的一个
专属的杯子夜间就是承接倒出来水的这个杯子是分开的杯子因为大部分的兰花我是不重复，对，就是不同的兰花我对给它们的水都是分开的，以免交叉感染。这边 YZ 呢，他问到说Liquid Seaweed 如果用 Liquid Seaweed 作为花肥的话，那 Better Grow另外的兰花专属的肥料还需要用吗？Liquid Seaweed 的效果是不是更好些？那我这边回应是这样子， Liquid Seaweed 是一种生长激素，海带水是一种生长激素，它不能够完全取代一般的兰花肥料因为兰花肥料它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方跟这个生长激素里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个人是两种都有用。那他又问到那这种生长激素的水用几天之后换干净的水吗？还是说用1-2周之后再直接用兰花的肥料呢？什么时候停用？那我的回答其实是这样这个没有一定这要看个人的喜好跟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操作对你来说是比较简单。那我个人的话呢，我是用1周的生长激素的水对这一颗兰花，单一这颗兰花用1周我才会换。那我施肥是每隔周我是用1/4浓度的水的浓度的肥料来施肥，但是在没有施肥的情况之下呢，我就是用海带水这是针对兰花需要开根的兰花。那没有开根的不需要开根健康的兰花，我就是每隔周施肥。那另外没有施肥的那1周，我可能会加一点点海带水在一般的这个纯水里面，就是让它还是多少有一点根系上面的就是生长的刺激，就这样而已。希望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操作，能够对你们有一些发想跟帮助。我的方法不是完全100%的正确就是说因为是我自己居家环境的这种操作对我来说效果不错，但是你们的居家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会鼓励你们自己要多做尝试。那买便宜的兰花回来做尝试，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学到你居家环境的兰花应该要怎么处理，施肥烂根的处理或者是换盆的处理，季节上面等等等或者是光度气温湿度，这些每一个人就算你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生长条件，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讨论这样的学习其实都只是一个大方向，真正细节的部分一定要自己去多尝试，用便宜的兰花多尝试，这样你才能够学到，但是又能够晚上睡得着觉。今天我要利用这个影片跟你们看一下目前的这2颗兰花它们都是纯水耕的兰花。那当纯水耕兰花它们的根系呢，如果出现一些溃烂，在水里面出现一些烂根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跟你们大家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或者是我从其他兰友学习到的技巧，以及兰花欣赏等等。如果你对兰花有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那你现在看到的这2颗兰花呢，其实它们的根系都非常非常的健康，但是有时候它的根的确会出现一些状况那有时候是它自己根系的自然淘汰，那有时候呢是你可能水质的不好，或者是说天气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本来很健康的根，在水里面很健康的根会出现一点溃烂的状况。当那个时候发生，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不要着急。你看现在这2颗它的杯内都没有水，其实呢，你全水根的兰花，当发现有烂根的时候，是绝对 OK， 可以把水全部倒掉。然后我一般都是让它干个2天或者是3天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几乎全水耕，但有时候半水耕，就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在做调整、在做紧急急救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半水培、半水耕的兰花来养，甚至让它干个5天都没有关系。那我一般来说都是让它干个2天左右。特别是比如说你有寒流来袭你如果不确定你
环境上面的温度是不是能够保持。那如果很冷，那它又是一直都要有水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它的根也会突然间出现一些状况。所以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气温很低的时候，你甚至都可以把水倒掉，就让它裸根哦。那因为空气是不良导体，所以也能够确保一下，就是兰花不会着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为什么它里面都没有水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让他们就是在做等于是休息，让根能够干。那你现在看到我刚刚手指指的那一点，你看这个那条根有没有？它的根背有一点点已经烂光干光了，所以你还会看到中间那细细的一条线，那个其实才是它的根。外围的那一圈肥肥的厚厚的，其实是它的根背。那我就是让它先干。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干的情况之下呢，再稍微喷一点双氧水让它消毒这些你都可以做。但主要是要让它裸根干个1-2天。那你现在看到的这颗兰花，它也是纯水耕。那现在我只是在告诉你说，这颗兰花它的这个老花梗上面呢，有长了一个高芽。那这颗兰花其实它本来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根了。那但是因为纯水培进去之后，它长出了5条根，3条根往下长，2条根往上长。那现在呢，它的2条根系已经很长了，都已经就是100%都在水里面了。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水，它颜色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在让它泡一种 liquid seaweed， 就是seaweed 就是海带所以它是那种海带相关的生长激素。这主要其实是用来就是帮助兰花开根用的，让它能够长得快一点。因为兰花没有根，其实你很难能够照顾得好，所以就是要用一点手段生长激素来让它赶快开根。那一旦有了根之后呢，再加上细心的照顾、水质各方面条件，它其实兰花会慢慢长得很好。它们本身这2颗兰花本来的叶子是非常非常的软，因为已经没有根，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吃它自己本身储存的养分跟水分，所以那2片那你看到的这些叶子本来都非常非常的软。但是现在呢，而且那时候软到它们都是垂在杯缘上，但是现在你很明显看到它们的叶子已经非常有弹性了你看到还有端一的这样子，很有弹性了，也已经硬起来了。那中间的这片新的叶子也是越来越大，那个高芽也长得越来越大随着我们接近1月底2月初，就是接近冬天的尾声气温慢慢的回升，我就发现这颗兰花它的生长速度也在加速当中。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片段呢，是已经经过2天之后，我又重新再把我的软水再放进去。那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水的高度。那你有看到它这边有一段是干掉，但是我泡水它又恢复它原本的那个样子，但是里面那个根看得很清楚，就是它外面的那个根背已经没有了所以让它干燥的用意就是在这边，让它能够结痂，所以停止它一直在泡在水里面，然后就一直烂，一直往上烂上去。所以一旦根系出现问题，其实就是把水倒掉，然后让它干个1-2天、2-3天，让它结痂，然后再重新再加入新的水进去就可以。那这边你看到也是一样我这个水位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因为那个有问题的那个根呢，我没有让它泡到水，原因是因为其实你看到这边这个杯内其实已经有3条根是好的根，而且都是够长，能够在水里面，所以其实这颗兰花就靠这3条根就好了所以我就不再把水位提高。那目前这颗兰花它长得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颗兰花的水位这样子是很 OK 的水根其实你最主要的就是在看它根系跟水的这个比例，然后跟天气气温上面你去做一个调整。还有每一颗兰花它的这一个
怎么说呢？个性喜好都不一样，即便都是蝴蝶兰，你一定要每一颗兰花当做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个体，特别独特的个体哦，去调整它们的需要。有些兰花啊，它会一直烂根，一直烂到新根长出来，它才会适应。有些兰花一放进去，马上对这种水培水耕的方法就马上适应哦。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呢，还有每个人的居家环境的不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你这水培水耕的成功率。所以这些就是主要的一些要点跟方法，在这边跟朋友做这样的分享。所以说，如果呢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我都非常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提问。那这边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请帮我在影片的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像我刚刚说的，或是任何指教，很欢迎您在视频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再来呢，我近期也会再做一些其他相关的教学影片，那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观赏。那这边就要跟您说一下，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